柱柱啊，微微，你他娘踩我脚了呀！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这个家伙的尺寸可不小呀 ！SS 的外传威震天这一回 TC01的编号把它放大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尺寸。先来看一下玩具的本体吧，飞机的形态，不得不说，其实这个玩意儿的原始设计真的挺抽象的。这几个载具形态，无论是飞机还是坦克，都做的奇形怪状的，毕竟外星的嘛，是吧？想做成啥样也都无所谓，跟官方原版的那个变形是差不多的。但是这一回新加的2个武器包，哇，这根臂炮这老大，拿起来瞬间会觉得这个有点像装什么生化物品的容器似的。其实呢，原先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个配件包，我们可以把它拆开。这是原版的炮管子造型，而且前方的这个炮口里边有一个小开关，用一个尖东西顶一下，还有一个很亮的红色的 LED 灯。另外的加了一根这样的玩意儿啊，这个造型，说实话啊，我上一次见到还是在 VF31上边，确实裸机的这个形态也太难看了啊！下边2个大胳膊，那咱们来把它变形成坦克吧。首先翻到底盘来，拆开胳膊上边这2个粗大的扣子和大腿连接的位置，把它卸松，抬起来，然后裙甲和胯根部这里的扣子卸开，翻到这面来，撬开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。我们需要第一层先打开脚丫子和履带中间的连接扣点，挺大的一个扣子，双关节把它驮起来，然后再拆开下方这里连接的扣子，拔开，旋转180度。这个时候腿部把它撸直，膝盖架放下来。这一块双关节往后搓，和脚尖最前面的这个孔进行扣合。模具还是挺准的啊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拧一下，胯打开，记得下方这里的履带抽拉出来，不过这个抽拉非常的紧。夹好，翅膀收回去，扣子卡住，这一节折叠成这个样子。好，一条腿变成这样，腿部两边全打开之后，前裙甲填平，侧裙甲90度翻折回来。放在这个空间里面，腿部搞定之后，胳膊这里肩关节拉开解锁位置，拉出这里边的多段关节往后延展。我们先把头部的这一块变出来，下方的2个盖子左右打开，翻平，1段卷，2段卷，放进去，头就搁这儿吧，无所谓。这一块注意往开拉腿部。左右有2个结合的扣子，把它插上。这一块的扣合会有一些难度啊，本身翻过来以后，一个扣子顺着这里结合，另外呢，还有这儿有一个挂钩的边缘，卡在后方的这个钩子里边，所以需要把它先这一节根部翻平，这一块得让一下，找好角度，把这个钩子嵌套过去。再把中间这块锁住。好，肩关节双段归位。接着把这个胳膊拧一下，注意的是手臂背面的这个孔要冲里，然后把这段弯折的关节让过来，摆成一个斜着的角度，这样弯曲的胳膊，反正。这个是原版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，为了做出那个圆圆的坦克炮塔吧，可能是这么个想法。后边肩膀上面呢有一个斜着的插扣，把这里进行固定，然后掏出这根大炮来，把这个扣子打开，卡住，夹到2个胳膊的中间去。这时候这个玩意儿就有用了。把它拉长，对折，撸出来的这2个扣子翻到底盘来，堵上这个窟窿。
哎，也相当于给坦克后边增加了2个排气筒吧。又是一个很抽象的坦克形态，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哎，咋说呢？比飞机形态好一些吧，但是也不多。不过加上了这个炮管子配件包以后，加粗的这个炮筒，看起来霸气十足啊！上方这里用2个胳膊歪一点，跟这样盘过来，包出这么一个坦克的炮台。怎么说呢？那个想法是挺好的，但是也没遮盖起来。就这2个手臂的既视感太强烈了，所以呢，就很抽象，真的很抽象啊！还是那句话，外形坦克嘛，有那么个样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官方毕竟这个东西连电影里边登场都没登场，倒是配件包后边加了2个排气筒子，算是能把窟窿堵一下吧。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无法推车的，下方这里这个轮子是假的，前方这儿还有一个扣子，相当于只能支撑一下放在地上。好在呢，炮台上方这里左右是可以旋转的，但轴是偏厚了。毕竟是原版设计的老问题嘛，这一款主要玩的还是一个人形。好，咱们把这炮先给它拆下来，记得把这里的扣子锁一下，然后来变人形。其实到这儿，拳头就可以先翻出来了。注意这里边拳头收纳的时候，因为放大了以后改成了可动手指。所以在收纳的时候，这个大拇指一定要叠放好啊，不然这个空间放进去的时候会不太够。给大家观察一下我是怎么塞进去的啊，手背冲外，然后呢，大拇指叠在这儿，鼓起来，这么一个空间刚刚好插到那窟窿里边。胳膊捋捋直，打开肩膀后方连接的插扣。把这里边的关节全部拉开延展，背后这个可拆可不拆。我们把中间的这一块扣子先解锁开中间锁的这个扣子位置，然后再往上旋转一下，腾出这个钩子来，整个的拉起来，腿部打开。裙甲先撩起来，把这一块的关节旋转一下，装进去。现在就可以拆开这一块脚心的卡扣，然后双关节这块会很紧，把它拉长，脚丫子顺着里边掰出来，打开侧面的翅膀，然后把这个履带整个锁到小腿里面。再把这翅膀包回去，上半身这里把这2块板子打竖了，拆开这个卡扣，整个把它缩进去，咔啪一声锁上。背后的背包顺着中间的横杠旋转180度，手臂换方向，接着把这里边的关节都叠好了，提上来，上方的插扣这里固定连接，同时肩膀回归，把这个插扣锁进去。最后拧一拧，调整关节的位置，大臂炮给它插上。后背新加的这个造型呢，你可以做成这种双管炮背在后背啊。当然，如果为了还原 G1 的造型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拉下来缩短，对吧？变成单管的背炮，或者旋转一下，这边头更长一些。另外这一版的改动不光在炮口里边加了灯。脑袋后方还有一个开关，点亮它。国产放大版标志性的眼灯也是要有的，这个感觉灯光调暗一点，还挺邪性的。武器组里还有一把这样的大剑，这个尺寸也是非常夸张的，还挺好看的啊！这些渐变的涂装色，而且大剑上边也加了灯效，开关在这里。就可以把中间的这一块位置点亮。不错呀，这效果。另外的冷兵器还有这个手使的锤子，标志性的这种紫色炸开刺儿的感觉啊。但是呢，尺寸显得有点小。尺寸这么夸张的威震天，拿一个这么点的锤子，感觉会有一些寒酸。可后面我就发现，这个锤子刚刚好插到这个缝隙里边。这个大剑的效果就更加夸张了。
这样还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最后像这样大剑肩上一扛，武器跟那么一举起来，哦，这个画面感。虽然说两个伪装形态非常的抽象，但 SS109 这个人形的底子是非常非常不错的。超可动的关节，就算你把它当成一个可动人偶来玩，都很带感。再加上这家厂把原先刻画细节非常丰富的板件补上了细节涂装之后，哦，这些面板的刻线都很好看。整体拿起来其实挺重的，身上也加入了一些合金零件，并且把关键的支撑关节这些地方改成了齿轮的。对支撑性的稳定度上边有一定的保证，可惜脚踝这一块因为涉及到变形结构啊，并没有做齿轮关节，有的时候站立会出现后仰的状况，所以摆造型的时候注意一下重心。虽说是一个放大版，但是脑袋这些细节并不会缺失啊，头部也并没有做得很肉，而且加入了 LED 灯的灯光模组之后，让这个灵气又会显得十分的带劲儿。红色的瞳孔，其实啊，关了灯看，这上边还有橘黄色的细节刻画。涂装就算不开灯，光这么看这面雕也是不错的。大炮套了个套，那整个的造型来说，其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总比原先光秃秃圆滚滚的那个炮要好看一些。那个圆滚滚的简单的炮型，其实我觉得更适合 G1 造型的威震天，而这种电影造型的，你就得展现出来丰富的刻画细节。同理，还有新加入的这个零件，在载具形态下起到一个很好的填补空洞效果，人形态又能加入一个 G1 威震天的元素，不是 G1。但又神似G1，哎，这一款的味道做到了。甚至 SS109 去年还被我放在了最佳变形金刚的提名里边。可以说这一款除了它的载具形态一塌糊涂，毕竟电影里边都没有出现过之外，人形态以及整个的模具的诚意做的还是相当有水准的。这一回放大的版本啊，把这些该有的细节完全的保留了下来之外，还增加了更多的内容进去。放大后尺寸到头顶33公分左右。我放一个 MD001，大家对比身高感受一下。而且 MD001 其实比原版的 DL-X 已经稍微高出来一点点了。哦，这个最萌身高差是吧？并且这两个画风摆在一起，竟然还不错呢。这个身高比例的搭配就很 CP 感啊！柱柱啊，微微，你他娘踩我脚了呀！那么以上便是放大版的这一款外传 SS109的威震天，编号 TC01，但是这家 TC 就是随便起了个名字啊，并不是那个第三方的 TC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放大版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